印尼和澳大利亚为了核潜艇的事儿就翻了脸，那么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再进一层？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澳大利亚引进英美技术要造核潜艇这个事儿呢，虽然至少还需要20年才能出成果，但是外交上引起的这个风波呀，目前还在扩展，还在发酵。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7号，就是事儿一出的当天，就公开发表了一个反对态度，并且警告说澳大利亚的行为会给整个周边带来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并且要求澳大利亚要尊重国际法。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呢，就是打算从美国回澳大利亚的路上，打算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停留一下，估计呢是想见一下人家总统，安抚一下印尼情绪。结果印尼总统说对不住，我有事儿去别的省，不在首都，不见。这个会谈呢就没有搞成。然后澳大利亚方面赶紧解释说这次印尼总统离开首都不见莫里森跟潜艇的事儿没有关系。那人家印尼总统怎么想，居然轮到你澳大利亚来解释？反而是英美两国跳出来说了，印尼总统此举背后有人指点。那他们说的是谁指点呢？其实我们倒退3个月，还应该能够想起一些事儿。就是6月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可是指责过印尼说印尼太靠近中国，澳大利亚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阻止印尼被中国掌控，还要求留住印尼这个澳大利亚最亲密的朋友。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呢？美国才是你澳大利亚最亲密的朋友，现在莫里森为了美国都已经是偷偷私奔了。所以呢，英美说的背后有人指点，还能是谁？说得很清楚。既然澳大利亚人说印尼要倒向中国，这次呢又把印尼给得罪狠了，还说是我们指点印尼，那咱们中国又何必客气呢？不能让英美白白说一次，指点就指点，拉拢就拉拢，我们乐意，你管得着吗？实话实说中国和印尼走向接近，应该是有很多年了。肯定有人会说，当年98年印尼反华那次闹那么凶，还要担心印尼这个国家那么反华能不能靠得住？其实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转变有2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当年反华的那个总统苏哈托被赶下台，后来上来的那个人呢是曾经对中国非常友好的苏加诺的后代梅加瓦蒂。他上来以后呢，苏哈托那一派就被坚决清算。2008年苏哈托死了，那一派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现在印尼国内是没有人敢于无视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关键，当年印尼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反华声浪，主要是因为台湾一方面在印尼那儿，一方面是教唆反共，另一方面呢是向印尼反政府的叛军提供了武器装备和人员训练。等于说是台湾方面激化放大了当地人和华人的矛盾，说到底又是国民党造的孽。而98年以后，当地华人团体从原来90%倾向台湾，后来变成了大部分倾向大陆，这个关键因素也得以解决了。那么印尼方面再想反华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而且此后在东盟内部有一段时间是越南反对中国的声音最响，而且呢，越南还在跟印尼争夺东盟主导权。那个时候，中国、印尼就已经开始走向团结。中国需要印尼主导一下东盟的声音，印尼呢也需要中国帮助扩大在东盟内部的影响。而且，印尼这些年来购买的中国武器装备越来越多，特别是海军的巡逻艇之类的，国家安全领域都已经开始向中国方面大幅度靠拢了。而这次等于是莫里森又送了一份大礼，我们正好可以问问印尼，珠海航展上那些新的武器装备有没有让印尼心动的？所以澳大利亚这次得罪的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印尼，有可能是整个东盟。他们自己把印尼往中国身边推，恐怕事先不仅仅是莫里森，拜登还有约翰逊都没有算清楚。好，关于这次澳大利亚会不会是无心插柳推动了中国印尼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